失礼します。なんだ。将軍、新たに鋳造された貨幣の見本が届けました。どれどれ。先生们，经过大西洋银行董事局代表投票表决，全票通过，并报请了经济总局审核批准。那么接下来，我代表董事局正式宣布，聘请何贤先生兼任我们澳门大西洋银行首位华人业务经理。何先生，公事愉快。承蒙董事局信任，我定当恪尽职守。衷心祝贺你。まだまだだな。将軍、触ってすぐ分かります。偽物です。これじゃ iPhone の印刷工場もダメだな。おい、造幣班全員の前で主任造幣士を銃殺しろ。それと残ったイギリス人ともに期限は1ヶ月。それまでに基準を満たした監禁権が作らなければ全員銃殺に処すと伝えろ。はっ。将軍、中国政府の監禁権は特殊なポンド用紙を使用しているので、偽造防止水準は極めて高く、普通の紙では代用できません。ポンド用紙がなければいくら造幣士を脅しても効果はありません。印鑑用紙に問題があることは十分分かってる。だがな、我々はありとあらゆる銀行と印刷工場を捜索して用紙の在庫を押収することができなかった。奴らに解決案を考えさせずに一体どうしろってんだ。そうだろ。戦争の帰数は結局のところ財力と物資の供給力によって決まる。今回の香港ドル戦は尾形の傲慢と愚策で惨敗を喫したが、モスク皇軍は香港ドルを廃止する。そうなればマカオの貿易から金融に至るまで完全に支配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ザー君、これこそが君の次なる最重要任務だ。分かったな。万琪，我发现你这咳嗽是越发严重了。平时工作再忙，身体还是要注意的。不行你就去柯先生那检查一下，心里也踏实。没事儿。嫂子，这么多戒指，到底选哪款？看你平时不声不响的，挑起求婚戒指来，还真是用心啊。这个怎么样？很漂亮，百姓会喜欢的。这个好看，嫂子的眼光，百姓肯定喜欢。哎，你好，就这款了。这款戒指是需要定制的，价格是880元。好。先生，麻烦你写下圈口数据。880元。先生，本店不收港币的。澳门向来都是通行港币啊，你们怎么会有这种规定？报社刚出了号外，日军已经宣布废除港币，而改用日本军票了。不好意思，先生。这次登门拜访是为向澳门政府传达7国联结总督阁下
即大日本皇军华南司令部的正式通知。即日起，凡我立法控制地区，任何携带、使用港币者，均视为经济犯罪。所携港币一律强制收缴，罪犯不必审讯，即行处决。可，澳门也同样通行港币啊！你们事先招呼都不打一声，突然宣布废除，你这不是逼死澳门吗？这事从何说起？我地方废除的是我方控制地区的港币，澳门要还是想用，尽管在自己内部用。大日本帝国可没有干涉澳门的内部事务。可是你们明明知道啊，澳门完全依赖于周边地区的贸易来生存的，你们宣布废除，那等于就是断绝了澳门一切的贸易生存，这不是逼死澳门是什么？陆本市长，先不要着急嘛。我们大日本帝国也并非不近人情的。实不相瞒，吉谷总督阁下知道废除港币不免波及澳门的经济与民生，已经替澳门考虑好了一条出路。特向贵政府提出一个友好的建议：澳门不妨像香港一样，改用日本军票为你们澳门地区的法定货币。只要贵政府接受这个建议，香港方面和大日本皇军必将提供一切协助。你们是纯粹是趁机敲诈！我说了是友好的建议，何况除此之外，澳门现在还有其他出路吗？军票，这东西日本人想印多少就印多少，连厕纸都不如啊！要用它的话，那不如让日本人来澳门直接抢好了。道理政府也明白，但澳门这么大一个地方，如果连自己的货币都没有，那岂不是回到了史前时代？是啊，真要是找不出港币的替代品，那政府就算是不想用军票，恐怕也难啊。原本以为日本人废除港币之前，总得发个公告，缓冲一下，没想到他们下手这么快，这是要逼死澳门呐！我记得以前大西洋银行是发行过澳门币，为什么不干脆直接发行澳门币，让澳门从此用自己的钱呢？这个办法，经济总局和大西洋银行早就考虑过了，但事实上做不到。为什么呢？因为葡萄牙根本就不生产印钞纸。之前试发行澳门币也都是在英国印制，海运回到澳门，但港币在澳门已经根深蒂固了，澳门币根本就打不开市场，所以政府跟大西洋银行也就放弃了自行印钞的计划。连印钞纸都没有，又怎么发钞呢？我们有印钞纸，我们可以到国外去买嘛。之前可以，现在不能了。战争爆发以来，为了防止对手伪造本国的货币，扰乱金融，所有能够生产印钞纸的国家都对本国的印钞纸进行了最严格的军事管制，一律禁止出口。看来这条路行不通了。印钞纸，险恶港币是用哪种印钞纸印的？是不是一种叫 DRU 印钞纸？没错，你问这个做什么？我见过这种印钞纸，汇丰银行的，整整2大卡车。什么时候？在哪儿？肖老师，英文，我们有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找你问清楚。也就是说，香港沦陷那天，你哥哥提到了汇丰银行里藏着2颗金融炸弹，为了转移其中1颗，所以耽误了时间。 2颗金融炸弹，1颗肯定是那1亿多尚未签发的港币，这1亿多港币还没来得及处理，汇丰却寻求海军协助，
将另外一样东西转移到军舰上，那足以证明那些东西比这些港币还要重要很多。而这批东西，就是阿昌看到的印钞纸，对上了。可要是按昌哥所说的话，因为日军轰炸导致那些印钞纸没有转移到军舰上，那乔先生是把这些印钞纸藏起来了，还是销毁了，咱们可就不好判断。阿昌，遭到轰炸是什么时候？大约下午5点钟左右吧。一晚，你赶到汇丰，看到汇丰被日本人控制，又是几点钟？晚上8点左右。你提到过说，你哥哥在中间往家里打过一次电话，具体怎么说的？他说出了一点意外，他需要留下来安排转移银行的一些重要物资，让我先走。你确定他说的是转移，而并不是销毁或者是别的？这是我和我哥的最后一通电话，他说的每一个字，我都记得，不可能有错。也就是说，乔先生只有3个小时的时间来处理这批印钞纸，这还包括从军港到某个地方，再从那个地方回到汇丰的2段路程。这么一大批特种印钞纸，想要全部销毁而不引人注目，时间上根本来不及。所以，他肯定是把东西隐藏在了某个秘密的地点，而这秘密地点就在港岛。可如果这批印钞纸真的被藏起来了，那为什么上次传递钞号的时候，乔先生不把这个秘密一并留给你呢？这恰好证明，这批印钞纸目前是安全的，日军尚未得知其存在，所以他才不敢轻举妄动，宁可将这个秘密烂在自己的肚子里。这也证明，在乔先生的心里，这批印钞纸如果落到敌人的手里，那它带来的危害，会比那1亿2千万港币带来的危害还要大10倍、100倍。比1亿2千万港币还要大10倍、100倍。那会是什么呢？只有一种可能，关金券。关金券？关金券使用的正是与港币和英镑相同的德拉鲁公司特种印钞纸。如果这一批印钞纸落入到了日本人的手里，那唯一可以代表中国黄金储备，也是目前中国唯一可以用于国际支付的关金券，就将遭受巨大的防伪危机。乔先生不惜一切也要保住这个秘密，正是因为他知道日本人会借此一举摧毁我们最后的家底。现在，我们的任务已经明确了，找到这批印钞纸，澳门才能起死回生。而知情人可能只有2个，一个是乔仁宇，另一个就是负责押送的威廉。是，这乔先生生死未卜，就算是活着，也一定是日本人的重犯。想找到他太难了。倒是像威廉那样的英国战俘，据我所知，日本人抓了1万多个，都关在赤柱的战俘营里面。我想应该不会太注意到他。目前的办法，就是先打听威廉的下落。我弟弟阿平现在在香港，他路子广，人脉多，我让他想方设法打听打听。可以上。如果可以的话，能不能拜托你的弟弟，帮我打听一下我哥的情况？你放心，只要有任何可能，我让他尽全力。